很多人都听过英雄不怕出身低，读书可以改变命运这类强调后天努力就可以翻转阶级的励志格言。但是在中国的精英圈，光靠努力可能不太够，他们还有一套游戏规则可以确保他们的小孩未来也注定是赢家。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的精英家庭是如何复制阶级的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就开始突飞猛进，贫富的差距也急速的扩大。2008年，路透社专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他提到，在中国 0.4% 的人掌握了 70% 财富，相较之下，美国是 5% 的人掌握 60% 财富，显示出中国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而这些在中国极少数又超级有钱的精英阶级，为了确保他们的小孩可以维持金字塔顶端的地位，就会用尽一切的资源来栽培他们。这些小孩就读的精英高中，甚至还被称为是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修罗场。那为了深入了解这个现象，美国社会学的博士江以玲花了7年的时间亲自走访中国。除了访谈精英家长、小孩以及他们的老师，他也会和学生们一起上课，参与校园生活，甚至进到学生的家里面观察亲子间的日常互动。今天就让我们透过他的著作《学神》一起来讨论看看中国的精英家长到底是怎么样复制阶级的，而学校跟小孩又是怎么样互相配合的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关姐，你看过韩国这种疯狂开箱频道吗？不要看它看起来很废很单调，这种频道其实超级无敌赚钱的。背后秘密呢是 YouTube 在测试了一个新功能，因为 YouTube 这几年很用力的在推 YouTube Shopping 嘛，让观众可以在看影片的时候看到什么喜欢的东西直接下单，连影片都不用滑出去。那跟这种韩国影片有什么关系？因为 YouTube 去年呢，他们在韩国测试这个新功能，就是创作者可以不用去跟厂商谈，直接在后台就可以选酷澎的商品，然后挂在影片里面卖，有卖到就可以直接拿分润。所以就出现了你看像这种专门主打开箱酷澎最红东西的频道，疯狂的发一堆 shorts 帮观众推坑，然后光是赚这个分润可能就赚饱饱。哇，这台湾可以用吗？目前是还没有完全一样的不过台湾也有 YouTube Shopping 的功能，然后就在你看影片的这个资讯栏或是频道的这个商店分页这边，一样可以不用滑出去就下单。那像我们的 Shopping 呢，目前是跟嘖合作嘛，那如果平常喜欢探索这个募资商品，也欢迎到我们的页面去点选下单哦。这突如其来的业配。在讨论中国精英家庭是怎么样栽培小孩之前，我们要先来讨论一下到底谁是中国精英。首先中国的精英家长呢，本身都有很高的学历，不少人都从世界一流的大学毕业，跟同年龄的人相比平均的教育程度呢，在全国的前 2%。再来呢，他们也大都从事高阶工作，不只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还有不少人呢是贴近军方或是政府权力核心的人物。然后这些精英家长的收入呢，大约是中国的前 10%。但如果考量到有钱人可能会有很多的避税技巧，以及台面下的灰色收入，他们的平均收入可能更多，甚至达到2倍以上。除此之外呢，大部分的精英家庭都集中在北京，他们在房价超高的北京都拥有2套以上的公寓。为什么有钱人喜欢住在北京呢？除了北京是中国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国际企业的总部，这也跟他们实现阶级复制的途径有很大的关系。对于精英家长来说，大学是决定孩子未来地位的关键，同时也只有进到全球前30名的大学，才有机会成为社会上面的佼佼者。那为了要进到好大学，他们就必须要超前部署，让小孩进到有重点中学之称的顶尖高中，而这些学校呢，都大多集中在北京。那进到这些重点中学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或许我们可以用全球排名前30的北京大学还有清华大学来举例。以全中国的高中来说，要考取这2所大学，录取率大约只有 0.08%， 但北京的前10大重点中学的录取率呢是15到25%， 整整高出了100-200倍。此外呢，重点中学的学生成功申请国外名校的几率也很高，而这些精英家长为了让小孩可以赢在起跑点，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精英家长所做的努力呢，可以分成金钱、资源以及照顾3个面向。首先是金钱这些精英父母的口袋都非常深，从小就会花大钱栽培孩子。等到小孩终于上了重点中学，精英父母还会用高于市场行情的租金搬到学校附近居住，只为了要减少小孩的通勤时间。那如果有些物件曾经有大学的榜首住过，更是这些精英家长的首选。就算呢房东把租金抬高好几倍，他们还是会眼睛眨都不眨的租下来。上学之外呢，有的家长还会送孩子到厉害的补习班，有的会请私人家教，就算呢1节课要价$100也无所谓。那如果是想要考国外大学的，部分家长呢会用每小时$2000的酬劳，聘请美国的大学教授来指导小孩。
暑假期间呢，更是会把小孩送到美国的夏令营，培养他们的英文能力，预算呢通常高达了5万美元。那除了花钱不手软这些家长呢也会动用他们的资源跟人脉来帮助小孩，像是会去拜托校长帮忙去写推荐信，或是呢把孩子的这个文章出版成书，再请呢校长写序言等等。最后在照顾的方面，这些精英家庭更是无微不至。有不少的母亲呢会暂时辞职，专心的照顾孩子；有些忙于工作的父亲还会暂时呢搬离家里，就怕干扰到小孩。甚至他们还会让其他更适合照顾小孩的家庭成员搬进来，提供全方位的支援。那除了家庭支援小孩考上了重点中学也会配合这些精英家长的期待，为小孩量身打造课程。精英学生呢，一进到重点中学当下就必须要决定3年后要读国内或是国外的大学，因为两者的教学系统截然不同。目标是国内大学的老师呢，会把3年的教材塞进2年的课程里面，而最后1年呢，就让学生专心的准备高考。这边补充一下中国的高考呢，有点像是台湾以前的联考，一试定生死，所以为了考到好成绩大部分的人都会非常拼命。那关于中国高考，我们之前也有做过一支相关的影片，大家待会呢可以再找来看一看。除此之外呢，老师也会根据学生的能力帮他们争取各种高考的加分管道，像是在这个奥林匹克的竞赛里面得到金牌啊，参加北京或是清华大学的冬令营，或是得到校长推荐等等，都可以加分。那如果是以国外大学为目标的呢，老师就会模仿这个美国高中来设计课程，同时学校也会特别聘请美国大学的招生官来当顾问跟指导学生。因为美国大学不像中国只会看这个考试的成绩，所以学校呢也会协助这些学生参加各种美国大学重视的课外活动，比方说是体育社团啊，或是海外志工等等。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学生的成绩优异，学校呢就会发奖金给老师，而且这些奖金呢甚至会比老师的全年薪水还要高，所以这些重点中学的老师呢也都会非常的认真教学。最后，这些精英学生也不是只有被动的接受指导而已，他们都很努力。学生的作者观察呢，这些重点中学里面有非常明显的阶级制度，会根据成绩以及念书的轻松程度，由上到下分成学神、学霸、学渣跟学弱。学神是那些少数不需要太认真念书，又总是拿到极高分的天才，不但在校园走路有风，还会像传奇一样被传颂多年。而学弱呢，就是超级努力，分数还是在末段班的学生，在学校里面地位最低，容易被霸凌，就连老师呢都会在课堂上面公开羞辱他们。例如，这题明明大家都会，为什么就你答错？或是在讲解完之后，带着疑问的语气说：“你真的有听懂吗？”因为学弱的处境呢，非常的悲惨所以所有的学生都会想尽办法不要掉到最底层。大部分的学生呢，醒着的时候都在念书，早上升旗典礼时呢，会把这个笔记藏在袖子里面，偷偷念书，或是准备当天的考试。而下课后的晚自习，虽然校方没有强制参加，但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待到晚上10点才离开，就连周末也会穿上制服到学校念书到晚上，平均每天花12到15个小时在学校。作者认为呢，这些精英家庭的小孩家里的资源很丰厚，学校又给予很多支持，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出社会之后几乎不可能失败。但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在说中国的精英家庭如何复制阶级，但里面提到升学制度还是让我们觉得蛮有共鸣的。回想我们自己的求学经历很多学校呢表面上面说要是5育均衡，但私底下呢会制定这个 A、B 课表，把音乐课啊、美术课继续上课、考试，甚至呢连体育课都要边跑步边背英文单字。即使是现在呢早自习禁止考试的规定，也还是没有完全的落实。那从这边或许可以看出，唯有读书高的升学风气，不管是在中国啊还是台湾，甚至可能是整个亚洲，都还是非常的兴盛，而且也不是这么容易就可以改变的。虽然我们不是很认同只用成绩或是成就来定义成功，但我们也从这些中国的精英家长身上看到了一些可以学习的地方。一般说到阶级复制大多数人会想到的，可能就是家长花钱请家教啊，或是动用人脉和关系来帮助孩子升学或找工作。但除此之外呢，这些精英家长还非常的了解社会的游戏规则，而且懂得将这样的规则传授给孩子。书中提到，这些精英家长呢会用心的经营跟老师的关系，或者提早为孩子制定各种避免失败的备案。所以这些成绩顶尖的孩子呢，在耳濡目染之下，也提早学会了很多出社会所需要的生存技巧。比方说，这些精英小孩呢，出社会之后会积极的经营跟上司的关系，或是呢，在评估自己未来升迁有可能受限时，会提早制定计划，甚至果断的转换到更有前途的工作。那么觉得这些读书之外的软实力也非常重要，不只能够让他们在社会生存，还可能是他们可以维持阶级的重要关键。
最后，这本学神呢，还有详细的介绍重点中学里面的阶级文化，像是最高阶级的学生丝毫不把老师放在眼里，排名第3的学渣，他们其实是因为太害怕被看不起才会摆烂等等，内容非常的精彩哦，非常欢迎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找来看看哦。好的，那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认为阶级复制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钱哦，家里有钱的话，就算失败呢，也比别人多了很多重来的机会，比资源跟人脉哦，做事或找工作都特别的方便。C 观念，如果能够学到正确的观念，在任何方面都会很受用。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中国精英。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台湾早自习以及中国高考。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